三国演义一直是1:6古代兵刃产品非常青睐的题材啊，尤其是五虎将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各自是小青二大，各位老铁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这期毛牌棋。今天呢，一起看一下拆箱分享一下来自于 FIJ 工作室出品的征西将军黄忠。最大的这个套装呢，马匹和地台的话是这个大箱子啊，主体还是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包装。锋会呢就是主要产品的一个展示，然后这个颜色的搭配和它甲胄很相似啊，也有一些类似于秋景的刻画啊，我觉得和这个黄忠本身人物还是比较搭调的，蛮好看的。你能看到有个小盒子啊，这个鹰看起来个头不小。主体拿出来，身形部分还是那种比较高大和威武的中国武将形象啊，它应该是没有用那种很厚的增肥衣啊，主要还是凸显一个干练的形象。在这个胶甲部分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古朴的那种黄铜色啊，就棕色黄色的结合。我个人印象中，其实黄忠可能就偏向于这样一个色彩，偏古铜色的那一挂。精度什么就不太讲了，因为现在这个胶甲的精细程度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都是很不错的。这个设计上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，因为黄忠它这一套是和鹰去搭配的，铠甲本身呢也借用了一些雄鹰的元素，比如说这个前胸展翅的造型相对应，每个细节的甲片上也能看到类似于羽毛的一个造型啊，做了一个很规整的排列，就很像那个鹰展开翅膀，立体感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除此以外呢，整个铠甲还是做的比较浑厚一些，因为黄忠毕竟是一个老将啊，他还是偏严肃和厚重的那种质感。比如说他这3个兽吞啊，其实没有做那种很犀利的，而是做了一个很写意的传统的一种比较圆、比较厚重的狮头的造型。我还是蛮喜欢腰间这个啊，就看着很传统啊，就这种感觉。当然，这个披挂本身也会用到很多布艺的材质啊，像它下摆这里棕色的不规则的，像撕开扯开的这个布的造型啊，还比较狂野的啊，质感看着还不错啊。头戴部分我比较喜欢的啊，真正的直毛啊，就是这个胡子啊，开箱的状态维持的还不错，效果还是比较自然。不仅仅是下巴这个部分啊，唇上的胡须也都真正做了直毛的工艺，所以呢一体性看起来就会比较强，而且在胡子这个颜色啊，还是凸显老将这个花白的灰白的特征，这个色调搭配也不错，与皮肤交界这个过渡处理也很自然，包括上面头发以及这个慈禧发髻的精度还有颜色上，看上去这两者的差异并不大，这个是调节的比较好的。面雕部分也是偏严肃和犀利的，皮肤会给你一些比较重的久经沙场啊或者饱经风霜的那种刻画，包括还有一些抬头纹呐，很深的这个纹路，刀疤的一个造型啊。然后虽然没有可动眼吧，但是眼睛眼神直望前方这个调整的还是可以的。想要搭配头盔的话，就把这个发髻摘下来，直接嵌套上就可以了。也依据官图给它戴到合适的位置，这个眼神看上去会更加犀利一些。头盔本身这个精度也是不错的，包括这种皮纹的刻画比较重啊，就和整个铠甲一样，都是走那种比较浑厚厚重的造型。然后在日常摆放还有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啊，它本身比较高，也不算轻啊，所以站立的时候最好把这个腿甲向下一些啊，更加提供一些支撑。如果是长时间站立的话，还是建议搭配一下这个地台，和之前马超那个一样啊，圆形的台面，就他家这样一个类似于醒狮的 logo。它本身也有一个毛领披风的搭配，这个质感是很好的，因为它采用了一个很厚实厚重的，有点类似于麻布编织的材质啊。这个毛领的颜色过渡上呢，也是比较有真实感的，就是那种真实兽皮兽毛的一个展现，会有一些黑色的像斑点
呢，以及一定的过渡，搭配蛮好的。然后这个毛领刚拆箱的时候啊，会比较蓬松啊，就会炸起来。这里呢，建议大家拿清水可以做一点打理啊，往下压一压，让它更加柔顺和服帖。在穿戴上勾在铠甲两侧的这个鹰嘴上就可以了。披风边缘也具备铁丝，可以自己再去凹一凹造型，让它更加服帖一些，还是自己上手去打理一下，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。然后在武器搭配上呢，首先是一把佩剑，比较宽大厚重的造型，拿在手中其实是会比较大一些的啊，但是你和他人物这个体型去搭配的话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剑刃部分这个细节刻画比较丰富的。还有一个类似于孔雀的造型，整体呢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这个影视甲的风格。而这个剑柄部分呢，其实会比较长，应该是为了兼顾它做一些拔剑的这个展示啊，采用一个软胶材质，以免在把玩的时候折断啊。如果说感觉它有一点歪的话，这个自己去掰一掰的话，可以回正。然后这个长柄武器分为3段啊，需要自己去连接组装一下。中间杆子这个部分是金属的材质，所以还是比较直的啊，没有什么打弯的情况出现。本身并不沉啊，所以可以便于你做一些挥舞的造型。当然，对于黄忠来讲，最关键的还是远程武器啊。造型上也是传统那种反曲弓，不过能看到一些类似于金饰的涂装设计。剑矢的话附带了5枚，颜色配置上呢和弓体一致，材质上呢也利用了金属啊，所以说强度也是更高啊，因为这个结构确实很细。后端剑尾这个羽毛有一个不错的涂装效果，比较浓厚的那种。尾部呢也做了单独的卡槽，而且它这个弓弦没有绷得特别紧，便于你拉开一个更大的开弓角度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弓带和箭带的刻画啊，要比这个甲胄本身还要更加华丽一些啊。尤其这个箭带部分，其实我更加喜欢，因为它仿皮的这个造型上呢，有意的做了一些像皮雕的那种刻画啊，就隆起来的，像是雄鹰展翅啊，以及一些花纹的复杂体现。这2个搭配到一起，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出彩的啊。最后是搭配的6只手型，首先它的皮肤表现我觉得是很好的，符合它老年的那种皮肤特征，而且有专属的和弓箭搭配的这个手型啊，就是手指转起来、扭起来、拉伸的这个动态表现，我是很喜欢的。尤其这个捏着剑尾的造型啊，我觉得是很灵动的一个展现啊，就这个手部的这个肌肉很有力量感。然后看一下这个雄鹰的搭配啊，讲道理拿出来第一感觉，这个鹰要比我想象中大很多啊。我之前联想到的这个鸟站，它胳膊上可能相对于实物的话，就类似于一个乌鸦大小了。这真的是一个雄鹰展翅的造型，羽毛的刻画呀，包括这个翅膀的刻画，还有这个鹰的姿态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整体颜色搭配上一体感很强啊，棕色的这个鹰羽和偏古铜色的铠甲搭配起来还是很漂亮的。这边还有个专属的臂甲，能看到这上面是有意刻画了一个绳子绑兽皮的造型，而且精度来讲不错的啊，没有说马马虎虎的去弄一个普通的连接件儿。豪华版本除了人物以外，当然还有马匹、马具、旗帜以及地台的一个展现啊。整体呢组合上并不难，马具呢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个皮条、皮带进行连接的。如果你经常玩这种古代兵人的话，上手是很容易的。如果你接触的不多，这个说明书的讲解也是比较详细。马具本身的设计和人物这个一体性还是很搭的啊，类似于这个大面积的仿皮设计啊，毛皮的应用，包括颜色色调上一体性都非常的强，更有一些类似于双鹰的造型设计和展示。很华丽而且夸张的这个影视风格，本身呢也是具备一定的承载和玩法的。侧边可以把这个长柄武器直接收纳好，以及这个弓带、箭带的一个收纳。然后马匹本身的形态上呢，首先它是一个超大的马啊，就是你放到这里，连同地台
到耳朵尖，几乎是要达到50厘米的一个高度。然后它整体是采用了一个有点像下山的一个造型啊。地台面是一块块碎石，虽然是往下走，但是上身整体还是呈现一个平稳的姿态。在它这个台面上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明显的限位的啊，你把它放到比较平稳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。这个马自重是比较大的，所以你搭好之后几乎不会有什么抖动或者倾斜。当然，在未来呢，我觉得可以再尝试一些更复杂的，比如说跃马呀，或者奔腾一点的动态的小展示啊。因为时间久的话，可能大家会对这种很巨大的马匹加地台的一个搭配产生一点厌倦啊。这个我个人想法。而且在这个姿态和形体上，其实还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。人马搭配之后啊，这个体积更是很夸张。不算旗子的话，就已经达到了55厘米往上啊！旗子本身这个铁丝结构支撑性很强，不会垂下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凹腰这种波浪啊、摆动的造型，摆到柜子中的话，还要预留更大的空间。喜欢大体积的这种三国题材的雕像的话啊，我觉得这款产品可能你玩起来会比较爽。我个人还是喜欢让它在马背上做一个拉弓射箭这种骑射的造型啊，还是非常帅气的啊。然后和之前的马超一样啊，这两款产品其实会有比较足的就猴场的那个味道啊。如果你有之前猴场的关张照的话啊，基本就可以集齐这个五虎了，可以说是无缝衔接，直接搭配都可以。因为它整体的色调上、风格上，还有这个设计语言上、大小和形象上也是比较贴近的。当然体验下来也会有一点小建议啊，比如说头雕这个部分，未来的话可以去尝试加入一下可动眼啊，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设计了，而且能对于这个武将眼神的刻画更多一些增益的效果。还有呢，它这个下身部分可以再加强一点力度，以供在摆一些大魄力站姿的时候提供更好的支撑。总而言之啊，还是希望这个三国题材的系列能有更多好看好玩的产品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